这次听说要去兰屿抓飞鱼，所以呢，那个防水的用品呢都已经准备好了。其实之前呢，我在台湾有发展过，然后呢，在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有跟阿令合唱过。我知道阿令呢，他其实是阿美族，然后呢，动力火车呢是排湾族，张惠妹呢其实是卑南族。不过呢，就是没有听说过达悟族，所以呢，嘿，这次真的要去到那边哦，好好的来抓飞鱼，因为呢，我就是海的孩子。这中了！中了！哦，看到鱼了，看到鱼了。这个就是飞鱼吗？对，这个就是飞鱼。其实我一辈子没有看过飞鱼。达悟族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就是飞鱼季。飞鱼季就是要用到平板舟。是不是在飞鱼季的时候，外人是不允许划平板舟？最好是不要来。有没有什么避忌说杀飞鱼的只能是男生？这个是很苦的工作哦，是男人在做。我们吃飞鱼是吃男人的辛苦啊。我们就搭这艘船去夜捞飞鱼。哎呀，停！我觉得现在情况有一点像大海捞针，真的要看运气。我是苏乙潘四镜，我是一名歌手，也是一名舞台剧演员。跟随我的脚步，走进原住民部落，体验和探索他们神秘迷人的部落生活。好了，现在呢是晚上的12:20多分了，现在在樟宜机场要飞去台北桃园机场了。OK， 现在呢我在等待登机，忽然间我很好奇，到底有没有人知道达悟族这个族群？所以我想要打电话给我曾经在台湾读书的朋友。Hello， 杰林。Hello。我问你哦，你之前是不是在台湾有待过一阵子？是啊，我待了4年，我待了大概7年。你知道在台湾有一个地方叫兰屿，然后住了一群叫做达悟族的人。兰屿达悟族是？我看到你的头上有3个问号。我知道兰屿在哪里，可是达悟族就比较没有听说。不是很懂，但是大概知道有这个民族啊。我对他最大的印象是他的丁字裤。什么东西？对啊，他们的服装很特别啊。你会不会想看一下我穿丁字裤？你要去台湾，好啊，记得发照片给我看。我要上飞机了，再跟你讲到底那边发生了什么。现在呢是早晨的6点多，我身处于垦丁的后壁湖渔港。现在呢，我就要整理好心情去兰屿。兰屿，海的孩子来啦！其实我们坐的这班垦丁的船班呢，是从3月中到10月初才会航行的。那其他的月份呢，因为吹的是东北季风，所以呢浪非常的大，不适合航行。其实普通的时间，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时间呢，它的浪其实已经很大了。刚刚已经吃了晕船药，有没有效是另外一回事啦。等一下有什么状况的话呢，他们很贴心，还准备了呕吐袋啊。现在开始颠簸了，我要开始冷静一下，2个小时后见。从台湾本岛前往兰屿，不仅可以搭乘轮船，还能选择从台东起飞的航班。兰屿位于台湾东南方的外海，是一座由海底火山喷发的碎屑所形成的火山岛屿。普遍认为，达悟族的祖先最初是从菲律宾北部的巴丹群岛迁徙至此定居，所以这2个族群在语言和文化上有相似之处。兰屿不仅孕育了台湾唯一的海洋原住民族群，还住着随处可见的山羊。Hello， 他盯着我看。自由自在、四处觅食的山羊，构成了兰屿独特的风景线。
我上网查了一下，才发现山羊在达悟族的文化中，不仅是神圣的动物，更是财富的象征。只有在重要的祭典上才会被宰杀，这真的让我长了见识啊！哎，其实我在网上有查到哦，兰屿呢其实有6个不同的部落。那接下来呢，我会跟部落里头的2位族人去碰面，他们分别是耶游部落的阿东，还有野营部落的拿恩。他们在哪里呢？阿哥哥、阿东哥、拿恩哥、嘎嘎。嗨，你好，哎呀苏 K， 你好嘎。嘎东哥，欢迎来兰屿玩。哎呀，直接抱，直接抱，南安哥。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哥哥呀，刚刚我叫嘎嘎，嘎嘎其实是哥哥的意思，哥哥的意思姐姐的意思。哎呀，对对对哎这个就是地下屋吗？对对对对对。这是我家。南安哥，以前我们达悟族人为什么会把屋子建在地下这样？这个是有缘故的，是因为台风太多，我们的祖先很聪明，他们就挖一个地来住，避台风。哦，避台对风。哎，不过这种地下屋会不会有积水的问题啊？排水怎么办呢？哎，它这边是斜坡嘛，斜坡的话，它水就顺着就下去。哦嘿，明白了，就很顺明白了。以前这个屋顶也是这样子的吗？早期的话，它的屋顶上面是茅草，现在不实用，所以我们干脆用这个，让它保存得更久。我这边要小心哦。哇，哎，这个有一点低，这个真的要小心一点点。我看这边从上面往下就好像是这样子倾斜的，对不对？就像阶梯一样，1层、2层、3层。每一个达悟族的地下屋都是这样子的吗？对，分层的功用都不一样。第1层呢，这边当然是我们的客厅，要迎宾的地方。那这个客厅因为很宽，也可以吃饭、聊天，都可以。那我们可以进去看可以，第二层吗？没问题。第2层这里是用来干嘛的呢？这边是我们叫做大通铺，是睡觉的地方。就在这里睡吗？。对，没错不。过这个很像很窄呢。弯腰睡，比如说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头的话是往哪里？都往这边，往门这边。这样睡哦。这样。对，侧面睡。哦，这样子睡。对。南安哥说，达悟族的地下屋主屋通常面朝海洋，睡觉时头部也会朝向同一个方向。对于达悟族来说，海洋包容人类，赋予人类生存的意义。每年随着黑潮洄游至兰屿海域的飞鱼，更是与达悟族人形成了共生关系。看一下这边，这个架子是用来干什么？这边还有一些石头。没错，我们就在这边起火嘛，我们就把那个一串一串的飞鱼呢，把它吊在这边嘛，就烟熏这样子。那个火不用太大哦，就烟慢慢串生这样子。哦，对，烟熏就是这样子。对。熏起来的食材很香。哇，这边也有烟，外面的炉灶也是烟。如果全部煮的话，哇，整个都是烟。难怪好像这里都是黑黑的，是因为烟熏的吗？自然熏啊，不是因为你们涂了油漆。没有，不是涂漆，这个就自然熏啊。嘎嘎，我有个，哎，嘎嘎你好。有個嘅，嘎嘎，嗯，我要怎么称呼你呢？我不可能一直叫你嘎嘎，对吗西南沙一案， ？OK， 太长了，我背不起来。这个要干面案就好。甘米难 ，OK， 那甘米难在这个地下屋里头煮东西，要怎么准备？我们这个炉灶应该有3个，这个是煮肉、飞鱼，煮飞鱼跟肉，这个是一头地瓜，一头地瓜，这边是海鲜，都有分类的，不能随便这样。我们的祖先煮飞鱼一定要有它专用的锅子啦，因为我们的祖先说飞鱼跟海鲜在一起煮的话，你会有过敏，一直会痒。所以从以前就已经这样子说，所以你们就要遵循祖训这样子就对了。所以锅子里面现在是什么东西？芋头。芋头吗？嗯。哎，我没有看到哎，我看一下那个。哇，好香哦！哎，看一下，里面是芋头哎，这个叫做水芋。对，我们要做芋头糕。哦，我还以为你要煮饭给我吃。其实达悟族人都是男女分工很清楚的，对不对？那煮东西通常都是男的煮还是女的煮？女生，都是女生在做，而且以免火患的话呢，其实要很小心的在顾这个火，不可以离开的，对不对？这个烟
宝贵啊，这个烟对我们这个木料很有用处，因为那个虫就不会咬这个木料，虫怕那个烟。所以这个木料才会耐用。对，但是你会哭哦，我已你经会很感动这样。我完全感受到你们达悟族的祖先辛苦了。为什么我的眼睛这么多眼泪？你哭了。为什么你们没有？苏 K， 太你是感动了。那你这是哭还是怎么了？哇，我的眼泪真的是止不住哎，然后鼻涕也是流下来了。我们先透一口气，嘎米南哦，啊，欢迎你！你要亲自来下田哦。哎，你听说了？哦，嘎米南，为什么你们种那么多水芋呢？水芋对达悟族人来讲是不是很重要？当然啦，这是主食啊。那嘎米南，为什么我看到在种田的都是妈妈跟阿姨？陆地都是女生在做。哦，难怪之前我听到一个很著名的达悟族的话说，田地呢是女生的海，海呢是男生的田地。哦，原来是这样解释的。在达悟族里头，有什么庆典是需要用到水芋呢？就是那个落成啊，落成。船的下水典礼啊，哦，飞鱼季啊，里面不是有一个慰劳节吗？慰劳节，对，慰劳节就螃蟹节，我们每一个月都有那个节日啊，一定会用到水芋头。会用到水芋头。在达悟族的文化里，水芋不仅仅是食物，它更象征了个人的能力和家庭地位。水芋有着丰收、祝福和团结的寓意，是达悟族重要的文化象征之一。但是种植水芋真是一个体力活啊！卡米南，你为什么还坚持种水芋头？现在可以用买的啊。现在是有的人是用买的，哦，用买的是一个很大的耻辱。现在这个年代，对，慢慢没落了。现在都是跟钱为伍了。我有常常讲，干嘛这个时候会有钱来到我们的部落，害得大家都不做工了。真的，你达悟人一定要用双手双脚来去做工啊，用你的最大的力气。所以真的幸亏有你呢，阿姨还在传承这个东西。好，跟你学习，动手动脚 ，OK？作为达悟族的前辈，嘎米南见证并感慨着这座岛屿几十年来的变化。然而，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道路。我相信，如今依然有年轻的族人努力地在保留传统与追求现代生活之间找到平衡。嘎米南，水芋跟普通的芋头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它的口感不一样啊。我试试看。全世界没有这种的，只有兰屿。很粘牙呢，口感很绵密，真的。跟其他的芋头比起来，它的水分比较多。兰屿的人种这些东西不说很大量，因为自给自足。那身为达悟族的女人，要具备怎样的条件？最基本，看懂芋头，会处理芋头，然后它的环境弄得很好。比如像他这样子，很会做事情的人，就是要这样。我觉得这个水芋对达悟族人来讲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它参加了每一个达悟族人生活中每一个最重要的时刻。水芋煮熟后就可以用来制作传统的芋头糕了。首先用木棒将水芋捣碎，直到变成粘稠的泥状。接着最令我惊讶的步骤来了，卡米南竟然用燃烧的芦苇来熏猪皮，猪油滴在芋头糕上，香气扑鼻，好诱人哦！哇，我第一次吃那个芋头糕有猪油的，猪油是这样子弄出来的。我们也很少吃到这道。家里什么拜拜才吃得到这种芋头糕？哦，对。好了，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芋头糕就已经完成了嘛，对不对？然后上面呢有一层油。其实这个就可以带饭了，这个就可以对，带饭，这个就是饭。旁边那边那个鱼
不会就是飞鱼吧？飞鱼没错，这个就是飞鱼吗？对，这个就是飞鱼对啊。，没错。其实我一辈子没有看过飞鱼。它的摆法是这样，这个头一定要朝海边，对啊就像我们睡觉的那个方向一样的意思。所以这个是晒干了飞鱼干，熏过晒干。熏过的，很好吃。飞鱼比普通鱼来讲的话呢，它是比较鲜的，我的感觉，对吗？没错。哇，我真的很感恩呢，因为刚刚看到我们的港明安其实做的很辛苦，然后流很多汗。港明安，你为什么不要吃？你吃。因为我是女生，啊？什么意女生不能思吃？女生不可以吃？女生以前不能吃了，现在可以了，哦，男女有别就对了。对那女生可以吃什么？就是剩下的啊。剩下的啊，女生只能吃剩下的。对呀，这个啊，哦，来，港明安，你可以你们吃吃了，我们是现代了，没有关系，我不吃。是这边的。来，我帮你那。你们吃啊。那其实达悟族还有很多人住在这样子的地下屋里头嘛。现在很少，像有的住水泥房的，他们也很想住在地下屋，但无奈是没有他们，地下已经不见了，就像他们。像我会选择像地下屋，因为我没住过啊。对。哦，你没住我过？没有住过地下屋，因为我们那个村庄已经很早就对。就已经破坏掉。辛苦你们了，保留一下这个文化。不会，这个都要延续到我们的下一代，这不要拆掉，最好。让接下来的下一代也好，对外来的朋友也好，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达悟族的热情，对我们达悟族的文化。不好意思，哎，您是蓝波安老师吗？哎呀，刚好是我了。著名的海洋文学家。你好，我是 Suki。坐。初次来到兰屿，然后呢，来到老师的这个算是老师的住屋吗？对。然后我刚刚走过，看到那个是飞鱼吗？对，这个是飞鱼，因为我的部落红头部落是飞鱼传说起源的地方，所以这个是我们正统的杀法。而这种杀法干的时候，飞鱼看起来很像还在飞翔，它的形状就很像它在跳跃、在飞翔的时候。对，这个是我用我的平板船划船捕的飞鱼了。我带你去海边去看我的船，好，来走。你才知道，造船的男人是多么英俊的。所以，这个是我跟我儿子做了，花了差不多8个月。8个月的时间。对，因为从山上不同的山去伐木，然后做成这样子。那现在还有人用拼板舟去捕鱼哦？这2、3年，应该全岛几乎不到4艘在用。现在是因为岛上的人已经习惯用那个机动船，它比较方便，又快，又可以抓很多。是不是在飞鱼季的时候，外人是不允许划拼板舟？最好是不要啦，因为很危险。不过在我的岛上，我可是海的孩子呢。哎呀，你不是海的孩子，你是海洋的玩偶了。海洋的玩偶，哇！我的开头就到了这里，被老师摧毁了。老师真的像大浪一样一扑而来啊！达悟族的拼板舟并非单由一棵树制成，而是通过拼接技法，以不同树木打造而成。每个家族都有自己专属的林地，可以在其中挑选砍伐属于家族的树木。哎，老师，嘿，这是你砍的木吗？当然是我砍的啊。哦，所以已经到了你所属的那个区域了，林地了。这个是我家族的树，这个已经超过300-400年了。300-400年？对，这个叫做龙眼树。我们上去给你练习啊，练习砍这棵树啊？哎呀，好，是你练习，按照这个画的那个圆形，你削一下，你随便砍一砍，我就知道你是不是男人。你是不是男人？我就知道老师会说这句话，因为之前在嘉义，我也听一位达悟族人说过。阿凯哥，哎，是的，阿哥盖，不要开工，欢迎。哎呦，阿凯哥你好，是Suki 好。你刚刚说了一串是什么？那一串就是我们兰屿话，哥盖贡就是兄弟好，啊，哥盖就是你好，
可该讲阿古改，哎呦就是谢谢。哎呦，太好了。阿凯哥是一位在台湾本岛推广兰屿文化的达悟族人，同时也是一位拼板舟工艺师。拼板舟是达悟族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工具，想了解这方面的资讯，找他准没错。兰屿的船呢，我们把它视为一个人，所以我们会给他眼睛，给他手，这是船的眼睛，它会指引我们去渔获很多的地方，可以找到飞鱼就对了，可以找到鱼类的地方。这是我们的人形纹，我们为了要纪念传授给我们造舟技术的祖先，我们就用这样的形式去刻画它，赋予在船身上，来保护这整艘船跟族人。那颜色方面呢，主要好像有3种颜色是吗？在兰屿的传统颜色里面，它就是红、黑、白。那白色的颜料就是我们会用兰屿有一种那个车菊贝，就是五爪贝。红色就是我们岛上的红土，还有一个黑色。那上面瓮里面不是就会有一层锅灰。我还以为直接拿火炭来这样撸，那个下海就不见了。对。身为兰屿的一个男人呢，他一定要学会造舟，没有造舟就不算是兰屿的男人。为了成为一名真正的达悟族男人，我不仅提前跟着阿凯哥学习建造拼板舟，还利用龙舟来模拟练习拼板舟的划法。你看哦，我们龙舟是不是只有往前抓水？真的就比较轻松，就很像一般划船一样。对。可是我们兰屿的划法还有点像固定这样，桨插下去的时候往后拉，然后再压下去，然后往后拉，就有点像西式划船。你看我划得这么好，所以老师想考验我是否能成为达悟族的男人，我应该没问题吧？好，老师，你要看哦。好。老师，这个木好硬哦。啊，老师砍掉了。哎。老师，那拼板舟上面龙眼树是拿来做哪个部分的？那个龙骨。龙骨。哎，这个也是可以拿来熏飞鱼的吗？熏飞鱼最好的木头，因为它的树的肉很密，它烧出来的那个烟是青烟，你要用龙眼树才熏得很好。哎呀，不好意思呢。不会。你年轻有力了，这个不算什么了。这里吗，老师？哎，所有兰屿飞鱼神话故事的源头就是在这里，而这个叫做石男，就是石头蹦出来的一个男孩，黑色翅膀的飞鱼，托梦给他，一一解释怎么去捕飞鱼，怎么去吃飞鱼，捕飞鱼的次序是什么。每一年我们要分3个季节，一个季节叫做日运，就是捕捞飞鱼的季节，现在。第2个是迪迪嘎，就是捕捞飞鱼结束的季节。第3个是安面，安面是等待飞鱼的季节。所谓石男的故事，就是从这边起源的。他们就对大海唱歌，马兰瓦诺瓦多圣诺大哥呀，你们佛耶卡杰加卡瓦拉南。这个是造船的第1首歌，也是这个岛屿最古老的一首歌。阿东哥，谢谢你今天带我去捕鱼呢。那我今天就是你的助手，我们现在要准备出发吗？对，来走。每年3月到7月是达悟族的飞鱼季，这段期间也伴随着一系列的传统禁忌。根据达悟族的传统，捕鱼是男人的工作，
要想成为达悟族男人的我，当然得跟着出海捕鱼，也顺便为接下来捕捞飞鱼做训练。传统上，飞鱼季期间，族人会划着拼板舟出海作业。今天的浪这么大，如果真要划拼板舟出海，一定会很辛苦吧？这叫怪物区，因为这边鱼种的都是大的，就是大鱼。对，然后它有时候钓不上来。最常捕到的渔获是怎样的渔获呢？现在这个季节飞鱼季哦，就是鬼头刀，鬼头刀，对，然后黄鳍尾，黄鳍尾，对，跟春鱼啊，沙瓦拉。那阿东哥，我们这样子捕得到飞鱼吗？现在这样吗？捕不到。捕不到吗？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带那个网子啊。所以捕飞鱼一定要用网子嘞。对对。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要去捕飞鱼？因为现在还没有到我们白天捕飞鱼的时间哦，不是说要抓就抓，你是要经过我们的长老。长老决定说，对对对，可不可以早上捕飞鱼？对。那长老的决定是怎样的呢，阿东哥？长老的决定这个考倒我了。考倒你了？对啊。达悟族的飞鱼季是因生活环境和族群传说所衍生出来的节日。究竟基于什么样的考量，长老才会允许族人开始在白天捕捞飞鱼？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未解之谜。这中了！中了！人不要站在这边了，我要把鱼放那边，钩子在那边，钩子。哦，看到鱼了，看到鱼了。哇，来，这个是鬼头刀，哇，太厉害了。这个太小。这个太小吗？对。这个已经是我半个身体大小了，还算小的哦。这个很大条呢。所以晚上有生鱼片可以吃。哇。祈求我们平安啊，然后大丰收。阿东哥，哎，你刚刚在撒什么东西？这个就是保平安啊。保平安，就是敬海神啊。哦。对，撒多一点掉我脱了。我脱了，来哦。哦。哎，黑尾鱼哦。黑尾鱼哦。原来在飞鱼季期间，达悟族还会举行各种祭祀仪式，其中最盛大的就是招鱼祭。部落男子聚集在海滩上参与仪式，宰杀生礼。他们手持鸡枝往港口走去，面朝大海祈愿飞鱼丰收，海上作业平安顺利。好，来，阿东哥，你叫我。对，这个就是我们南屿的传统钓法，这是铅块，让它沉下去的。对。好。这个现在不是翘翘的吗？对不对？中鱼的时候，这个会整个拉直，有没有？这个就表示中鱼。阿东哥，哎，其实你们捕的飞鱼都有拿出去卖的吗？还是就是自己提供给自己就好？现在都有卖，早期没有，大家都分给亲朋好友。其实早期的达悟族人都是捕鱼为生，对不对？对。那现在的话，年轻人除了捕鱼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工作吗？现在年轻人都有经营一些民宿啊，接一些现代化的一些旅游行程。哦，因为很多外来的，对，很多游客，现在是有游客。对。抓到鱼了，有没有看到？来了。哦，哎，跟我一样大小的鱼。哦，鼠 K 钓的厉害哦。哇！那阿东哥有什么鱼类呢？其实，在飞鱼季比较不能抓的。飞鱼季哦，我们是不能钓深海的，我们只能钓浮面上的，因为我们要把底层的鱼富裕。哦，让它繁衍。对，然后飞鱼季过后，我们大家才会开始抓底栖的。哇，这样子就永续。对，就是永续。哇，太棒了。阿东哥在兰屿经营一家餐厅，以创新手法推广达悟族传统饮食文化。他将飞鱼去骨，再制成方便享用的创意料理，比如飞鱼炒饭，以及加入飞鱼肉丝的飞鱼挂包等等，让更多人能更好地欣赏到达悟族的传统食材飞鱼。你有听到我在跺脚？好吃到跺脚。
非常推荐来到阿登哥的店，鲱鱼炒饭、鲱鱼抓包一定要点。啊，鬼头刀就可能要，鬼头刀就要跟我直接出来去掉了。啊，来，阿东哥请，来，一人夹一片，很划算，清甜，赞，新鲜就是好吃。新鲜就是好吃。哎，阿东哥，你的餐厅里面用的鱼货是不是都是你自己亲手捕捞上来的呢？没有啦，没有，我没那么厉害啦。像鲱鱼啊，我都会跟我在地的一些叔叔啊，或是哥哥，跟他们收购，跟他们买，跟他们买。对对，大家就是互相嘛。对啊，对啊，因为他赚我也赚。对啊，真的就是互助互利，也就是我们达悟族的传统精神。哦，年轻人以独特的方式守护传统，年长一辈则用经验来延续文化。达悟族男人的另一项工作就是处理鲱鱼，我当然得去拜访老师，向他讨教这门传统手艺喽。哦，这个是白色翅膀的鲱鱼。哦，这边吗？对对对，这个手这样子哦，有没有？嗯。然后你这样刮，往回刮。对，往回刮，它的背也要刮，然后它的肚子也要刮。哎，蛮容易刮的哎。这个是刮鱼鳞最传统的那个工具，那个叫做高位。竹条的意思吗？对。然后我们这个一压哈是白色的话，它是公的，晚上大部分是公的，母的比较少。哦。因为母的话，很晚的时候他们会到澳湾生蛋。现在教你杀鲱鱼哈，鳍背的上面这里，跟着骨头的纹路，对，这样子弄哈，它的血就出来了。南屿的人杀鲱鱼，你都要斜斜的，这样子很像波浪啊，就晒成这样子，有没有？它就好像有跳跃、飞跃的感觉。那老师有没有什么避忌说杀鲱鱼的只能是男生或只能是女生啊？都是男生杀了，这个是很苦的工作哦，是男人在做。我们吃鲱鱼是吃男人的辛苦啊。现在用这个是林头树的那个气根，这个叫做安物，然后你就要穿在这里，这样子打一个结，这个就给它泡水。以前我们没有冰箱嘛，所以都用鱼干库存。就烟熏，然后晒干这样子。这个鲱鱼晒干过后会耐多久啊？差不多4个月、5个月。鲱鱼季节结束的时候哈，差不多10月，一定要把它吃完哦。对，要吃完，吃不完就拿去喂猪。因为之后就不可以再吃鲱鱼了，对不对？不用再吃鲱鱼了。通过老师的分享，让我领悟到在鲱鱼季期间，达悟族看似有诸多禁忌。但这些禁忌的背后，其实蕴含着他们对生命的敬畏以及对自然的守护。现在很方便，用这个刷油漆的刷子哈，抹这里哈，因为他的眼睛腥味很重，然后右中间哈。要是以前没有刷子的时候是怎么抹？都是这样子抹，动作要快。其实这个抹盐巴也要小心一点，对不对？不然会割到手。因为听说鲱鱼很多刺的。对。老师，我已经把鲱鱼都摆好了，这样 OK 吗？非常好哈。然后我再教你一招，这个不是有油吗？哈，对，这个叫做很肥的鲱鱼，因为你要送给你叔叔阿姨或是亲兄弟，要拿肥的给人家，这个叫做尊重人家。如果说都是像这样子白白没有那个油脂的话，哎呀，这个兄弟不好。所以要是有不喜欢的兄弟姐妹，或者是亲戚常常骂你的那个叔叔，你就送一个这个干干这样子，干干的给他吃。在捕捞鲱鱼之前，还有一项挑战在等着我，它将让我更进一步的成为真正的达悟族男人。我的达悟族之旅呢，很快就要到尾声了。接下来我要骑车到耶游国小，跟小鲱鱼们见面。听说我会穿丁字裤，跟小鲱鱼们一起表演。现在我的心情非常的忐忑不安，非常的紧张。Let's go！ 我可以。书记你好啊，辛苦了。袁老师你好，幸会幸会，欢迎。来，我们边走边聊。来，那袁老师，
你为什么会创办这个小飞鱼舞团？你知道台湾有很多原住民的族群，有一点点渐渐忘记自己的文化了。特别兰屿的文化是非常独特的，我会觉得说好可惜，所以我们想说来从这个表演这边做开始，借着小朋友的表演，让他们可以对自己的文化产生信心。好，各位小朋友，我们一起欢迎苏吉哥哥。小飞鱼们，大家好！你们是小飞鱼对吗？对。哎，太棒了！那等一下我们要教苏吉哥哥呢，跟我们一起跳倒小米的舞。那你们觉得苏吉哥哥会不会学得起来呢？对。啊，好棒哦！你们给他那么大的信心。这个是信心，也是压力哦，很会给压力哦。不过我等一下好好学。这个舞叫做什么？这个是小米丰收之后呢，就会把小米放到这边，然后倒了之后呢，就会碎碎的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拿来煮。那它其实应该不算舞蹈，但是它很有节奏感。啊，不能掉下来，不能掉到地板吗？是吗？是吗？对不起。老实说，这支舞蹈的舞步不算复杂，但对我来说却有些吃力，因为其中有很多弯腰的动作，我这把老骨头的腰不太好啊。掌声鼓励。OK， 来，那现在呢，小朋友，我们就跟苏吉哥哥呢，我们一起去换装，我们就到正式的场地去跳我们倒小米的舞喽，出发！我从没想过自己会有穿上丁字裤的一天，有点害怕，有点害羞，但既然小飞鱼们能做到，我也一定可以。其实，小飞鱼们在加入舞蹈队之前，对丁字裤这种传统服饰是非常抗拒的。但是，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推广，他们逐渐接受自己的族群文化、自己的根。我觉得这一切的改变，严老师功不可没。终于来到了这趟旅程的重头戏，那就是我将挑战在夜晚捞飞鱼。不管接下来会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放马过来吧！大哥，我来了。哎，所以我们还是坐这艘船。对，我们就搭这艘船去夜捞飞鱼。捞啊？对，捞飞鱼。因为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个可以放网捕飞鱼。哦。对，因为那个也是要看日子，以前没有手电筒，所以是用那种芦苇草。划平板舟的话，你就插在那个平板舟的上面，对，然后就这样划，就是当做是一盏灯这样。因为飞鱼是趋光性的。明白明白。哇，很期待。我们马上出发，走。走。我们的船走得很慢，因为还在找飞鱼。一旦找到的时候呢，船会慢慢的停下来，让我们可以慢慢的抓飞鱼。不过现在还没有看到飞鱼的踪迹，阿东哥还在找。飞鱼是一群一群的吗？没有，现在这个时候没有一群。哦，所以这个眼力要很好哦。对。我觉得浪大更难看到，因为水花就感觉很像。对啊，就像飞鱼，对不对？像飞鱼。其实现在已经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了，眼睛一直在看，因为风一直在吹，对，要休息一下，眼睛很累。海蛇，有没有？这边哪里？哦，对耶。来，东哥，快点，对，来。你在看什么？这边，快点，海蛇。哦，下去了。下去了。幸亏下去了，我很怕蛇，这个眼泪是吓出来的。我觉得现在情况有一点像大海捞针，就是真的要看运气。阿东哥。嘿，平常我们看到飞鱼的话，它会飞多高啊？它离海面大概10几20公分了。哎，等一下，这边，拉鼓啊！罩住灯罩住。好，太多了。小小的一只飞鱼，捕捞起来可不容易。作为捕捞员，我们需要精准的瞄准力，而驾驶员则需根据我们的动作调整船只的方向。只有双方默契配合，才能一举成功捕捞飞鱼。这边，右边，慢慢开就好，你慢慢开。OK。
哎，抓到终于捞到了，飞鱼终于捞到了。是我们一起看到、一起把它捕捞上来的我们的第一只飞鱼。抓起来，哎，小心它快要跑出来了。这应该是红色翅膀。哦，对对对对，飞鱼有3种颜色，3种颜色，黑白红。白色的会比较瘦小，这个红色翅膀接近那种黑色翅膀，油脂都比较肥。黑色翅膀最好吃，肥美。对，太漂亮了。在飞鱼季初期，达悟族人只能在夜间捕捞飞鱼，这是因为此时随着黑潮北上的飞鱼数量还不多，族人就让体力较好的飞鱼在白天向北移动，好让它们繁衍后代。这种捕捞方式维系了人与自然的平衡，让文化和生态永续传承。阿东大哥，捉不到飞鱼呢？抓没几条哦，都没有飞鱼哦。对啊，因为现在量比较少，因为我们招鱼季刚开始而已。刚刚其实我们有漏网之鱼啦，对不对？那我祝你到时月圆的时候早上捕飞鱼可以捕很多很多哦。OK， 谢谢，谢谢阿东哥，谢谢，辛苦你们了。好，回航了，走。OK。在离开兰屿之前，我联系了一家餐厅，店主是一位来自台北的女生。多年前，她来到兰屿度假，被达悟族独特的民族文化深深吸引，最终选择在这里成家立业。在她的帮助下，我准备了一桌丰盛的美食，宴请那些在这段日子给予我帮助的达悟族朋友们，向他们好好的道谢、道别。我曾经在台湾工作过，但在兰屿跟达悟族人相处的这几天，却让我仿佛置身于另一个国度。我见识到了达悟族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方式。感谢族人们的包容与接纳，让我有机会深入了解这独特的台湾海洋原住民文化。走走走到兰屿走走，走走走到兰屿走走，左边有山，右边有海，走一走，走走走到兰屿走走。